接下来是本次招商会的最后一个地块——城南 B7号地，占地面积50亩，起拍价5000万。那块地，不是连续3任开发商都出事了吗？晦气，这钱谁敢赚？这钱沾了晦气，我可不敢赚。5000万。年轻人勇气可嘉，不过我得提醒你，这地沾了人命，你确定要拿？确定？大家听到了，这位林先生要拿下这块兄弟。我赵天雄在江城混了30年，没见过这么要钱不要命的。5000万第2次，5000万第3次，成交！恭喜林晨先生。熊哥，凌晨的资料查到了，普通家庭出身，父母早亡，跟着爷爷长大。爷爷3年前去世，留给他一本手札和一块罗盘。20年了，他终于来了。熊哥，你好像在等他。我不是在等他，我是在等一个能打破这个循环的人。通知下去，明天开始全面打压凌晨的公司，但要记住只打压，不伤他本人。是。凌晨，别让我失望。爷爷说过，这块罗盘叫定心盘，是我们林家祖传的法器，但它现在好像被封印了大部分功能。掌印人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既然爷爷把这一切留给我，我就必须弄清楚。那块地，明天就去看看。就是这里了。果然，地脉煞气郁结，但这股力量不像是自然形成的。熊哥，按照您的吩咐，关于凌晨拿兄弟公司即将破产的黑料已经全网铺开了。熊哥，我们这样搞会不会太过？万一他扛不住……他不会。如果他连这点压力都扛不住，那他就不是我要等的人。但记住，别动他本人，我要看他怎么翻身。是。不对，这煞气里藏着一股刻意引导的力量。这不是赵天雄那种商业打压的手笔，这是更古老的，不属于人间的力量。他在引导煞气，困住这片地脉。林老板真要去啊？这地方邪门的很。上次我们来测量，罗盘都乱转，听说以前死过人的，我们还是躲远点儿。地脉通，煞气散，五行归位，去！你看，草变绿了。神仙，林老板是神仙啊！熊哥，荒地那边出异象了，煞气好像被凌晨化解了。熊哥，他破解了我们的阵。那不是我的阵，那是仙界部的困龙局，他能破，说明他确实是掌印人。灵气枯血，3界将倾。这怎么可能？成长的比我想象的快。熊哥，您刚才是演给……仙界有眼线，我们不能让他们察觉。我在等他，在帮他。林总，神了，真的神了！荒地那边的煞气真的没了，现在去看草都长高了。消息传开了，好几个开发商打电话来问想买那块地。我说过，亏不了。林先生，恭喜你！苏小姐，你怎么在这里？那块地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真厉害。
林先生，我能跟你学本事吗？就是你化解煞气的那种本事。抱歉，苏小姐，这只是些家传的粗浅手艺，没什么好学的。而且我暂时没有收徒的打算。没关系，那我能请你吃顿饭吗？就当庆祝。不好意思，苏小姐，我晚上还有事儿，改天吧。继续给他制造麻烦。熊哥，他现在风头正盛，我们要控制力度，我要他成长，不是要他死。现在的他还太弱，下一次仙界的试探不会这么简单了。他必须更快的变强。苏小姐，还有事吗？我就是顺路。林先生，你真的不能考虑一下吗？这女孩身上的气息。熊哥，深入调查了，林晨的爷爷林清风30年前在玄门中小有名气，人称清风先生，但20年前突然销声匿迹。林晨父母死于意外，他由爷爷带大。3年前林清风去世。重点，我们动用了一些特殊渠道探测，确认林晨持有的定星盘目前处于深度封印状态，只能使用基础的风水探测功能。他的玄术修为也确实在初级阶段。封印状态，果然，上一代掌印人牺牲前肯定做了手脚，保护传承者。他现在太弱了，我们的计划要调整，不能让他太顺利。但真正的杀招现在还不能用，他需要时间，需要压力来解锁封印，提升修为。明白？给我搞垮他的公司，但记住，不要伤他性命。我要逼他成长。熊哥，他现在不是已经……因为他太弱了，弱到根本扛不住仙界下一波真正的攻击。我宁可他现在恨我，在商场上被我逼得走投无路，也不想他未来因为无知和弱小，死在昆仑，死在那个骗局里，明白吗？明白，我会控制好尺度。继续接近他，下一次月圆之前带他来昆仑。若你动情，魂印自毁。是，对不起，林晨，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必须找到机会。林总，出事了！和我们谈好的宏远资本刚刚通知撤资，理由是风险评估未通过。林总，永固建材那边也来电话，说暂时停止给我们供货，要等上面的通知。还有哪些？几乎所有主要的投资方和供应商都在今天上午同时切断了联系，我们的资金链最多撑3天。熊哥，都按计划进行。凌晨的公司已经陷入瘫痪。盯紧了，如果他真的撑不住，到了最后关头，安排我们控制的一家空壳公司，暗中给他一笔过桥资金。记住，要做的隐蔽，不能让他知道资金来源是我。是。可是熊哥，既然要帮他，为什么还要……压力不够，他不会想方设法去解缚定心盘，不会去挖掘他传承里真正的力量。我要的不是压垮他，是淬炼。请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这个凌晨买了兄弟，把晦气带到我们江城。我儿子昨天突然发烧说胡话，肯定是他害的。对，滚出江城，滚出江城！这邪力和皇帝的杀气感觉不一样，更古老，更阴冷，而且这股力量在扩散。
这些事不是孤立的。定心盘，如果你真的有灵，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定心盘解锁了新功能，解锁功能在消耗我的生命力。有人在破坏江城的风水阵眼，在逆转灵气，制造煞地。这是破煞阵，不对，这是用破煞阵的手法布下的引煞阵，好阴毒。这是爷爷留下的字，这个阵也是上一代掌印人布下的护城阵的一部分，被仙界反过来利用了。林总，不是我不讲情面，赵天雄那边发了话，谁跟你合作就是跟他作对，我这小厂子得罪不起呀。张总，您先别急着拒绝。如果我告诉您，您厂区东南角那个新建的仓库，因为正好建在旧河道谢煞位上，下个月15号前后可能会出一起不小的安全事故，导致至少停工半个月，您信吗？你怎么知道？那仓库才建好。我不但知道，我还知道化解之法。如果您继续供货，我不但按原价结算，还可以免费帮您调整厂区风水，避免这次损失。您考虑一下。李经理，关于续贷的事情，莫西生，爷爷，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仙界不可信，那掌印人的使命是什么？完整的定心盘，我手里的这个是不完整的，缺失的部分在哪里？晨儿，盘子要找全守着的。缺失的部分是钥匙还是力量核心？没有完整的定心盘，我就无法彻底修复城市压制，只能暂时压制，而仙界还在虎视眈眈。林总，银行账户被冻结了，赵天雄那边动了关系，以涉嫌违规操作为由申请了财产保全，我们账上能动用的现金不到10万了，下周5就是发薪日。我知道大家最近听到了很多传言，公司也遇到了困难。我不强留任何人，想走的现在就可以去财务登记，我会想办法结清之前的工资。愿意留下来的，我凌晨在这里承诺，1周之后，如果公司渡过难关，所有人发双倍工资；如果渡不过，我卖房卖车也会把大家的工资结清。熊哥，确认了。凌晨在打听定心盘缺失部分的下落，线索指向城郊那个废弃的仁济精神病院，他很可能要去那里。仁惠医院，那里面的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以他现在的实力，派人跟上他，隐蔽点。如果他遇到生命危险，暗中帮他一把。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他不能死在那个地方，至少在到知道真相之前不能死。明白。可是熊哥，那里不是有……所以这才是对他真正的考验，也是仙界给他的指引。老周、吴妈、小陈，谢谢你们留下。公司这边就拜托你们照看一下，处理日常电话就行。我有重要的事要出去几天。林总，你要去哪儿？是不是去找办法？外面现在……没事，我去就回。公司账户虽然冻结，但我个人还有点积蓄。这张卡里有点钱，应付这几天开销应该够了。林总，这怎么行？拿着。我说了1周，就1周，等我回来。仁济医院，小伙子，那地方去不得，邪性，解放前就死过人，后来改成精神病院，更是怪事不断，关了10几年了。是啊，晚上经常能听到里面有人哭，
还有人看到白影子飘，千万别去。赵总，听说那个林晨好像离开江城了。离开？我看是躲债去了吧，或者是知道自己不行，找个地方自我了断。我听说他往城郊那个鬼医院去了，那不是找死吗？人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2组人交替跟踪，很隐蔽，都带了家伙，也按您的吩咐准备了一些特殊的符纸和法器。记住指令：第一，确保他不死；第二，尽量不干涉他的行动；第三，如果出现仙界直属的清理者，立刻不惜代价带他撤离，然后通知我。明白。熊哥，您觉得仙界会直接插手？共鸣，定心盘在指引缺失部分的方向。又是消耗，但这次必须找到。又一个来送死的，和他长得真像，定心盘，掌印人，你们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愚蠢，一样的该死！去！和他一模一样，可是有什么用？你在抵抗，你不甘心就这么死，你和那个傻子不一样。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又一个只会牺牲的傻子！这血是掌印的血，纯阳正气。你真的是他的传人，你真的是他。他死了，被仙界骗死的。他们告诉他那是使命，是荣耀。他信了，他去了昆仑，就再也没回来。你说清楚！别信仙界的人，你的使命是个骗局，他们不会让你活着离开。快走，趁他们还没发现拿到了完整的。来了，守灵人醒了，快去拿定心坛，石盒就在最里面。我撑不了多久了，记住我的话，别信仙界。这才是完整定心盘真正的力量。前辈，安息吧。您的话，
我记住了。目标出现，状态良好，已离开医院。重复，目标状态良好。继续远距离跟踪，不要靠近，确保他安全返回市区。熊哥，跟踪的人报告，林晨从医院出来了，看起来没受什么伤。医院那边残留的阴气散掉了。他居然活着出来了，还破了那里的局，立刻启动 B 计划，不能让他缓过气来。是，熊哥，我马上去安排。好小子，比我想的还快。完整的定心盘，他终于拿到了，但最关键的真相，他应该还不知道。不过，快了，仙界那边也该有动静了。星力为引，地脉为基，破损之阵，复归原初。是。修复阵眼的消耗比想象中还大，定心盘完成了，但对我的负担也……林总，你可回来了，没事吧？林总，你脸色不太好。我没事。公司这几天怎么样？按您吩咐处理了日常日务。之前走的几个同事回来了，想见你。林总，对不起，我们当时……回来可以，职位和待遇按原来的，但只有一次机会。这星图被人动过手脚，还是说，它显示的不仅是人间星象？完整的定心盘解锁了预测功能，但代价是消耗生命力。试试看，一次就好。够了，一次的信息就够了。小陈，信任我吗？信，林总，没有您，我可能还在找工作。好，公司账上最后那点钱，加上我个人的所有积蓄，全部买入天雄实业的股票。现在，立刻。天雄实业，那不是赵天雄的公司吗？而且这只股票最近一直在阴跌，分析师都说按我说的做。另外，以我的名义去联系这几家券商，开通最大杠杆的做空权限，目标也是天雄实业，但要隐蔽，分批操作。我马上去办。熊哥，按照计划，我们放出的利空消息开始发酵，股价开始下跌了。凌晨那边，我们监测到他的资金有异动，似乎在买入我们的股票。买入？他想抄底，真是天真。这是我为他精心准备的陷阱，继续放出消息，把股价打到更低，引他投入更多资金，然后一举拉升，收割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照做就是。是，这场戏必须演得真实，才能骗过那些盯着我们的眼睛。通知我们埋伏在暗处的资金，准备好在关键时刻配合拉升，然后迅速撤离。明白。各位看看，这就是跟我赵天雄作对的下场。那个凌晨不知天高地厚，还想抄我的底，我略施小计，他就把全部身家拿了进来。现在股价每涨1分，他就多切1分。我看他这次怎么死！赵总运筹帷幄，佩服佩服。那个凌晨还是太年轻了。凌晨，看你的了，
别让我这出戏白演。林总，股价开始猛拉了，涨得很快。我们买入的那些，现在账面浮盈很大，要卖出吗？不急，再等等，等到涨幅超过8%，开始第一波做空，杠杆开到最大。林总，这太冒险了，万一继续涨，按计划做，它涨不到那里。看，他死定了！这次我让他倾家荡产。这怎么可能？他怎么知道的？林总，我们这次赚翻了，做空的利润加上之前低价买入，后来高度抛出部分，我们的资金翻了10几倍。现在是时候接受战利品了。赵天雄抵押给银行的那几个优质物业和子公司股权，按照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全部吃下。是，我马上去办。太顺利了，赵天雄败得太快，太彻底了，就像他根本没想赢。为什么？玄哥，所有明面上的资产都已经按照计划溃败了，暗处的资金和产业已经安全转移。仙界那边的眼线，根据反馈，而且对林晨的警惕有所放松，认为他不过是运气好，或者有点小聪明。很好，戏演到这里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他该知道真相了。再瞒下去，等仙界下一次直接动手，就来不及了。安排一下，我要走投无路的去求林晨，给我一个和他单独见面的机会。林总，恭喜啊！这一战打得漂亮，彻底改变了江城商界的格局。以后还要多仰仗林总关照。没有时间了，我必须告诉他一部分真相，至少让他有所准备。后来者，你终于拿到了完整的定心盘，触发了我留下的最后传承。你是谁？我是上一代的失败者，也是你的先祖之一。林晨，仔细听好，接下来你看到的是被仙界篡改的真相。掌印人，此乃汝之天命，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功德无量。乾坤掌印人乃天地所选，身负特殊命格，可转化灵气。告知真相者，杀无赦。看明白了吗？所谓的使命是骗局，所谓的牺牲是谋杀。仙界灵气早已枯竭，他们榨取一代代掌印人的命格，苟延残喘。林晨，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守护不是牺牲。真正的掌印人当执掌乾坤，平衡三界，而非成为祭品。小心身边仙界无处不在。
抱歉，有点不舒服。凌晨，你看到了吗？那个门，它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有东西要出来了。清雪，你现在在哪儿？安全吗？我在家，但我感觉他们仙界已经锁定我了。凌晨，我有很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告诉你，关于我，关于仙界，关于你的使命，一切都是假的。告诉我位置，我马上过去。凌晨，对不起，我一直都在骗你。我不是偶然接近你的，我是仙界派来的卧底，我的任务就是监视你，引导你，在合适的时机带你去昆仑，完成所谓的掌印人牺牲仪式。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但我必须告诉你，我早就动摇了。从看到你独自面对压力，从看到你真心想守护这座城市开始，我就知道仙界说的都是谎言，他们需要的不是守护者，是祭品，所以我决定背叛他们。凌晨，让我帮你，我知道一些仙界的部署和弱点，我们一起对抗他们。我信你。终于撕破脸了，也好，省得再演戏。凌晨，苏清雪，是时候见面了。凌晨，这些日子辛苦你了，被我打压，被全网嘲笑，差点破产。恨我吗？曾经恨过，但现在我更好奇你的目的。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只有一个，让你成长，让你在仙界真正动手前，拥有自保和反抗的力量。那道门是仙界强行撕裂空间壁垒打开的。他们等不及下一个50年了，或者说，他们察觉到你脱离了掌控，所以要提前清除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这是上古战神的气息，你是无名蚩尤，或者说，我是他的一缕转世之魂，承载着他的部分记忆和使命，在人间等待了数千年。上古之时，三界本有通道，灵气循环，生生不息。后仙界为独占资源，断绝通道，并编造掌印人牺牲的谎言。每50年收割一位身负乾坤命格之人，以维持仙界灵气不灭。此等行径与邪魔何异？小姑娘，你身上的气息我很熟悉。你是当年追随我征战后战死沙场的玄女部战士转世，你的灵魂深处还烙印着对抗不公的意志。仙界找到你，培养你，是想利用你这层身份接近并误导掌印人，但他们没想到转世轮回洗不去真正的本性，就是上古羽女部战士。凌晨，我伪装成商人，打压你，刺激你，甚至不惜自毁商业帝国，演一出惨败的戏，都是为了迷惑仙界眼线，为你争取成长和觉醒的时间，为了打破这持续了千百年的骗局，为了真正的三界平衡。你愿意与我上古蚩尤并肩作战吗？我愿意。还有我。
是仙界的巡天军，看来他们这次是动了真格。那个统领实力很强，比我目前恢复的状态要强，硬拼肯定不行。而且这里是城市，一旦开战，普通人会死伤无数。仙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你现身，要么牺牲，要么他们动手屠城，逼你牺牲。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蚩尤前辈，你刚才说平衡器可以暂时稳固空间，对，但范围有限，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而且主要功能是平衡灵气，防御力并非最强。如果我们能集结人间隐藏的玄门力量，结合平衡器和定心盘，或许能构建一个防御大阵，暂时抵御仙界大军，保护城市，为我们争取时间。争取时间做什么？寻找彻底打破这个局面的方法。定心盘给我的传承记忆提到过五行旋律，集齐5块，配合掌印人之力和定心盘，可以重铸3界秩序，建立新的灵气循环规则，那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五行玄域，传说之物，我知道一些线索，但寻找和获取的过程必然艰险万分，仙界也绝不会坐视，再艰险也要做，否则我们永远只能被动防御，甚至再次落入牺牲的局面。江城蝼蚁听着，交出逆贼林晨，可免一死，否则每过1刻钟，本座便摧毁尔等一座建筑，直至此城化为废墟。前辈，晚辈凌晨冒昧打扰。如今江城大难临头，仙界压境，欲屠城逼我牺牲。哼，晚辈想集结人间玄门之力，共抗强敌，守护此城百姓，恳请前辈出手相助。掌印人终于又出现了。上一代的事情我听说了，小伙子，你确定要这么做，跟仙界对着干？九死一生，若不反抗，十死无生，而且会有无数无辜者陪葬。前辈隐居市井，想必也是心系红尘之人，忍心看着满城百姓遭劫吗？我老了，本不想再掺和这些事，但你说的对，有些事儿躲不过，我跟你去。不过光靠我们几个不够。老郑头，别修了，出大事了！你是林清风的孙子，林晨？正是，前辈认识我爷爷。何止认识，我是你爷爷的旧部。当年我就是眼睁睁看着他被仙界骗去昆仑，再也没回来。我恨自己没用，也恨你们这些掌印人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信那些狗屁仙人的话。老郑，冷静点儿，这孩子不一样，他知道了真相，他要反抗。郑前辈，我爷爷的仇，仙界的骗局我都知道了。我这次来不是要去牺牲，是要联合所有力量打破这个循环，为我爷爷，为所有被欺骗牺牲的前辈讨一个公道，也为守护眼前这座城和城里的人。请您助我。好，老子憋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林小子，我跟你干！情况就是这样，仙界大军压境，以屠城相胁。我们的目标是在蚩尤前辈的平衡器辅助下，构建一个覆盖江城核心区域的乾坤御灵大阵，暂时抵挡仙界进攻，争取时间。同时，我和苏清雪会去寻找五行玄域，那是重铸3界规则，彻底解决问题的关键。乾坤御灵阵，此阵需要至少8位凝神境以上的修士，分守8方阵眼，同时催动，且需要一件强大的法器作为阵心。我们人数勉强够，但阵真法器以此物为阵心，可否？阵法布置和运转，我和刘三娘可以负责，但守阵之人必须绝对可靠，心智坚定，否则阵法出现纰漏，后果不堪设想。好，那我们就组成江城守护小队，蚩尤前辈总揽全局，刘前辈、郑前辈负责阵法核心与调度，其余各位前辈分守8方阵眼，我和清雪负责外出寻找玄域，江城百万声名，就拜托各位了。三娘汇报情况，他们已经组建了守护小队，准备布乾坤御灵阵。凌晨和苏清雪要去寻找五行玄域，我该怎么办？我的孙子！按计划行事。在阵法启动的关键时刻，破坏坎位阵眼。做好这件事，你的孙子就能平安回来，否则你知道后果。
林小子，有件事儿我可能多心了，但我觉得刘三娘她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她刚才一个人躲在角落，好像在哭。我问她，她只说担心阵法不成，你留个心眼儿。所有人听我号令，注入灵力，激活阵符。蚩尤前辈，启动阵心。蚩尤的平衡器，还有人间蝼蚁的阵法。雕虫小技，第一队攻击，试探其强度。离位加强输出，对位稳住，能量正在平均分配。坎位怎么回事？刘三娘，没事儿，刚才有点不稳定，已经调整好了。根据蚩尤前辈的线索，金型玄玉应该就在这片矿区深处，但这里好像有很强烈的金属性灵气波动，干扰很大。掌印人林晨，仙界叛徒苏清雪，奉统领之命，在此截杀，交出定心盘，可留全尸。3个都是高手，清雪，你左我右，先解决最近的2个。林晨，不好，这里的金属性灵气被战斗引动，要爆发了，快撤！走。他守护着玄玉，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不能硬拼，试试沟通。我们为寻找金型玄玉而来，并非为了破坏矿脉或伤害你。玄玉关乎3界平衡，我们需要用它来阻止一场更大的灾难。蚩尤前辈说过，5行玄玉各有灵性，需通过守护者的考验方能获得认可。或许他是在等待考验。若需考验，请明示，我们愿意接受。一炷香内，走出此金灵迷宫，走出可得玄玉认同，失败或试图强行破局，将被金灵同化，永困于此。这迷宫在不断变化，
根本没有固定路线。定心盘能推演和定位。找到了，变化有规律。核心是九宫逆转，封藏于盾。跟我走。是仙界的统领，还有至少2队精锐。我们刚经历考验，状态不佳，硬碰硬毫无胜算。那怎么办？玄玉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分头走，清雪，你带着金型玄玉走左边那条路。定心盘显示那条路通往一处地下暗河，水流团结，可以掩盖气息。你顺着暗河离开昆仑，直接去下一个地点——南方森林，寻找木型玄玉。那你呢？我走右边，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有定心盘，可以干扰他们的追踪。也能预测一些危险，脱身的机会更大。我们保持灵犀符联系，在南方森林外汇合。听话，这是最好的办法，保护好玄玉，也保护好自己。快走！你答应我，一定要平安。一定。林晨，你逃不掉，乖乖交出玄玉，本座或许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些。蝼蚁，游戏结束了，是吗，统领大人？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金灵之气特别活跃？金灵爆！好一个掌印人！本座倒要看看你能逃到几时！传令，封锁昆仑所有出口，绝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凌晨，你一定要没事，我等你。持有金风之玉的姑娘，你为何而来？为寻找木型玄玉，平衡五行，重铸3界秩序，阻止仙界的阴谋和屠戮。木型玄玉乃无之心河所化，欲取之，需通过生命试炼。涉炼非为杀戮，而为明悟生命之重，平衡之道。明日日出，至山谷中心，巨树之下，试炼自起。清雪那边暂时安全，但木型玄玉的考验非同小看。光靠乾坤御灵大阵被动防御，撑不了太久。仙界统领随时可能发动总攻，必须集结更多力量。江城乃至周边，应该还隐藏着不愿屈服仙界的隐世玄门高手。若能联合他们，我们才有主动出击为你们争取时间的资本。事不宜迟，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城西和城南。蚩尤前辈，您对上古气息更敏感，能否去城北和城东探查？可以，但务必小心。仙界眼线可能仍在活动。我知道你会再来，光靠我们几个老家伙守阵，挡不住仙界大军的车轮战。郑前辈，
我需要您的帮助，寻找更多像您和刘前辈这样的同道。江城需要他们，三界的未来也需要。我认识几个老伙计，都是上一代掌印人事件的亲历者或后裔，有的心灰意冷，隐姓埋名，有的对仙界恨之入骨，却无力反抗。我可以试着联系他们，但是林小子人心难测，当年的事情太惨，有些人可能变了，或者被渗透了。你确定要冒这个险？确定。如果因为害怕风险，就放弃联合所有可能的力量，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输了。我相信愿意为守护而战的人，总比甘愿被奴役或冷眼旁观的人要多。好，我跟你去。三位前辈，晚辈林晨，此次冒昧打扰，是有一件关于……仙界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当年我们就怀疑，但势单力薄，无从查证。联合拿什么联合？就凭我们这几个老弱病残，加上这个刚觉醒的掌印人，去对抗整个仙界大军，蚩尤转世，哼！上古战神又如何？如今还不是只剩一缕残魂？我们不是去送死，是去争取生机，不是为了某个人，是为了这座城市每一个无辜的生命，也是为了打破那个每50年就要献祭一个同道的绝望循环。如果现在不反抗，50年后，我的后继者或在场诸位的子孙后代，若有人身负此命格，又将如何？我不强求，愿意并肩作战的，我林晨在此谢过；不愿的，也请至少不要阻碍我们。但请记住，仙界屠城不会区分你是否参与反抗。老朽这把骨头沉寂太久了，算我一个。就算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五行玄域散落天下，寻找过程艰险，仙界必定层层阻截。等你们找齐，江城恐怕早已化为废墟。远水如何救近火？所以我们需要双线并行，而且时间必须争分夺秒。乾坤御灵大阵是禁火之盾，需要各位前辈倾力维持，为我们外出寻找玄域争取时间。而寻找玄域也并非盲目乱撞。金在昆仑，木在南临，水在东海，火在西漠，土在中原。我和清雪已取得金玉，他正在南临尝试获取木玉。接下来我们需要同时派出队伍前往另外3个方向，多线并进，缩短时间。这是险棋，但也是唯一能抢在仙界彻底摧毁我们之前凑齐筹码的棋。我会作战江城，协调防御，并利用平衡器为外出队伍提供远程支援和预警。我老骨头跑不远，但我擅长阵法防护和机关术，可以帮外出队伍准备一些保命和破障的东西。老夫对中原邙山一带有些了解，土行玄域，我可带队一探。东海龙宫，我祖上与水族有些渊源，或许可以尝试沟通。水行玄域，我去。西漠火山，老子年轻时去过，够热够劲。火域交给我。我修为浅薄，但略通风水探查和隐匿之术，可以跟随任何一队做些辅助。好，那就这么定。白眉前辈带队前往中原邙山，柳前辈前往东海，火老前往西漠。刘前辈您就跟随火老这一队吧。郑前辈，请您尽快为大家准备所需物资。我们明日拂晓，同时出发。仙界大军在集结，真正的总攻很快就要来了。凌晨，你的定心盘能否预测他们第一波主攻的方向？东城门、天兵、地下阵眼被侵蚀了。地下有邪气攻击，是仙界早就埋下的暗手，快启动净化子阵！
伏了。火老大为了保护我，被仙界的伏兵重创，掉进了火山熔岩裂缝。我也受伤了，玄玉的位置，他们好像早就知道。对不起，对不起。果然有问题，西莫路线泄露了。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火老生死未卜，刘前辈处境危险，西莫玄玉可能落入仙界之手，我们必须立刻调整计划。蚩尤前辈，大阵还能撑多久？最多3天。如果仙界持续这种强度的攻击，够了。郑前辈，立刻尝试联系白眉前辈和柳前辈，告知他们西莫遇伏，务必加倍小心，可能所有路线都已暴露。同时，准备启动第2预案，如果外出队伍受阻或失败，我们必须有备用方案获取玄玉信息，哪怕是冒险从仙界那里夺取。不行了，撑不到第3天了。照这个速度，明天中午可能就……林小友，我们已抵达邙山核心区域，找到了土形玄玉的线索，但守护此地的是上古土灵巨象，唤醒和通过考验需要时间。而且，我们发现了仙界活动的痕迹，他们可能也在附近。我们会尽快，你们一定要撑住。水族提出了条件，需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一个内部麻烦，才肯告知水形玄玉的下落，同样需要时间。前辈，有没有办法暂时加强大阵，哪怕只是几个小时？有，以我残魂本源，短暂激发平衡器的超载模式，可以极大强化大阵，甚至能反弹一部分攻击。但超载之后，平衡器会进入漫长休眠，我的这缕残魂也可能消散，而且只能维持最多6个时辰。不行，绝对不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凌晨，我等待数千年，就是为了看到有人能打破这个循环。现在，你出现了，并且走在了正确的路上。我的使命从上古延续至今，或许就是为了在这一刻，为你，为这座城市，争取这最后的6个时辰。这不是牺牲，是传承，是投资。别让我这投资亏本。6个时辰内，你必须想出办法，或者期待奇迹。蚩尤，你疯了！后来者，你发现了，这些星图被我以生命为代价扭曲，他们指向的不是仙界，也不是人间，而是上古大战时被打碎的一处间隙，那里残留着最初的未被污染的五行本源之力，也是快速获取玄玉力量的唯一捷径，但危险远超想象。空间间隙，那地方进去可能就回不来了，而且你怎么定位？怎么进去？定星盘可以定位，它本身就有稳定空间的部分能力。至于进去，需要强大的能量撕裂一道临时的口子。现在正好有。好小子，果然总能找到出路。用吧，我还能撑一会儿，为你开门。
乾坤之名，掌星定界，寻迹开戏，开！郑前辈，这里交给您了。如果我没能按时回来，或者回来的是别的什么东西，立刻关闭裂缝，然后带着大家尽可能撤离。一定要回来啊，小子！凌晨，快出来！大阵衰弱了，全军听令，给我一举攻破！仙界，你们的游戏该结束了。五行轮转，乾坤借力，地脉听我号令，灵气为我所用，起！五行本源，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集齐了五行以之力？此界五行之力为引，以乾坤掌印之权为凭，三界失衡之灵气当归于循环，仙界独享之通道当重归于平衡。住手！你在破坏三界壁垒，你会引发空间崩塌的。崩塌？不，我是在修复。修复被你们单方面切断、扭曲了千百年的自然循环。从此，三界灵气当自主流转，互有盈归。再无人可独占，也再无掌印人需要为此牺牲。林晨，好一个乾坤掌印人！今日之辱，仙界记下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平衡一旦打破，引发的连锁反应，你承受不起。我们走着瞧。林小友，我们成功了，通过了土灵巨象的考验，拿到了土形玄玉。虽然过程凶险，还和一小股仙界探子交了手，但总算不负所托。我们正在返回途中。林先生，郑大哥，对不起，我不是个好同道，更不是个好奶奶。若有来世，
再赎罪。他的过错自有因果，但他的信息对我们有价值。他的孙子也是受害者。等眼前事了，若有可能，尽力找找吧。清雪，快回来吧，我们需要你，也需要木星玄玉。五行本源竟被一介凡人掌印引动，蚩尤残魂也彻底消散了，变数越来越大了。五行不全，尤其火玉在我们手中，他的仪式无法完美，但拖延下去恐生更多变故，必须在他集齐之前彻底抹杀，或引导其仪式失败，引发反噬。那个叫苏清血的女孩是关键，她身上有我们埋下的种子，木行玄玉的考验会激发她，她回来便是时机。根据刘三娘信里透露的和我们后来的探查，仙界夺走了大部分火玉，但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核心遗落在西漠火山深处的某个不稳定空间节点里，因为过于危险，他们没能取走。火老也可能在那里。就算找到残余部分，如何补全？五行不全，仪式风险极大。或许不需要找到全部，以这碎片为引，以我体内的火形本源为基，结合其他4块完整玄玉的力量，在重铸仪式的核心地点定星盘星图指引的秩序之河，强行召唤凝聚散落的火形法则，临时构建一个完整的火形虚像，支撑仪式完成。一旦新秩序建立，五行循环自成，缺失的部分会慢慢在循环中自然补足。我相信你，无论多危险，我陪你。凌晨，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你想做什么？继续做我的公司，用赚来的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还有把爷爷的手札和定星盘的传承整理出来，传给真正有心守护而非追求力量的人。当然，要和你一起。一起。对了，在森林里，那个巨树老人最后对我说了一句话，很奇怪。他说木主风发，亦藏杀机，心若蒙尘，寓意承认。我当时没懂，现在想想，是不是在提醒我什么？可能是提醒你，力量本身无善恶，全看使用者的心，就像五行相生亦相克。各位前辈，收缩防线，守住祭坛最后3层，仪式现在开始。就是现在，沐浴反噬，
五行崩乱，凌晨，你完了！凌晨，快走！控制不住。清雪，看着我，我是凌晨。你说过要和我一起，等这一切结束，去看江城重建，去整理传承，去帮助更多人。你说过要一起的。墓主生发，一藏杀机，但你的心从未蒙尘。醒来！我的玉只为守护而忍。林小子，撑住！老子带火种回来了！藏头露尾的鼠辈，在西漠暗算老子，把老子逼进火山熔岩心。没想到吧，老子因祸得福，找到了上古火灵遗骸和这缕最精纯的先天火种。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乾坤掌印在此为凭，五行轮转，秩序为基，以金之风辟邪归正，以木之生滋养万物，以水之柔涤荡污浊，以火之烈焚尽不公，以土之厚承载众生。三界灵气当自此流转不息，众生平等。新秩序建立，打破了旧有的脆弱平衡。三界灵气在几个淤阻或断裂了千百年的关键节点发生了剧烈冲突，就像疏通一条堵塞已久的河道。刚开始水流会特别湍急甚至泛滥，我们必须立刻去这些节点进行疏导和稳固，否则引发的空间震动或灵气风暴危害不亚于仙界直接攻击。这里，江城附近的龙门古渡是上古一处废弃的飞升通道遗址，空间结构最不稳定。这里，东海归墟边缘是水灵与幽冥之气的交界，一生漩涡。还有这里，北境荒原的藏神谷是上古战场，煞气与新生灵气冲突最烈。兵分三路，老子去北境，那地方煞气重，我的火正好克他。我与柳道友去东海归墟，我们对水形和土形理解较深，或许能帮上忙。那我和清雪郑前辈立刻赶回江城这龙门古渡，那里一旦出事，后果最严重。我这就准备最快的交通工具和必要的稳定阵法材料。果然，这里的空间夹层因为新旧灵气冲突正在撕裂，必须用温和的方式引导冲突的灵气平缓释放，并加固空间结构。清雪，你的木形凶击之力最具包容性和生长性，可以尝试安抚和引导暴走的灵气。郑前辈，请您布下固空阵和导灵阵，辅助稳定和疏导。不好，是上古废弃的跨界传送阵被灵气冲突激活了，它在抽取周围的空间力量，加速崩塌。不能让它完全启动，也不能强行关闭引发爆炸。清雪，郑前辈，帮我争取时间。我要用定心盘暂时冻结这个区域的时间流速，减缓崩塌，然后找到安全关闭阵法的方法。坚持住，给我3息时间。
以此地为锚，以彼身为标，虚空之物归入来处，一转去。好，孙子依次起来。其他两处怎么样了？刚刚收到传讯，火老前辈和白眉、柳前辈那边也都顺利解决了，3处节点都稳定下来了，新的灵气循环正在慢慢适应和稳固。你太乱来了，万一逆转阵法失败，或者那怪物……当时没得选，好在赌赢了，但这只是第一次余震，新秩序取代旧规则，必然会经历阵痛。仙界也绝不会坐视我们成功。接下来，恐怕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挑战。不管什么挑战，我们一起面对。更古老的病，难道3界灵气失衡，仙界需要榨取掌印人命格？其根源并非始于仙界贪念，而是更早。上古之战，蚩尤与黄帝之争，后来演变为仙凡分隔，史书记载模糊。若真有更古老的病因，那我们所做的重铸循环，是否也只是治标而非治本？我在火山深处找到先天火种时，也看到了一些残缺的壁画和古老铭文，似乎提到在天地初开五行未定之时，曾有过一次巨大的创伤，导致世界本源出现了某种漏洞或倾斜。后来的种种，或许都是这个创伤引发的连锁反应。定星盘完整的星图，除了指引五行和秩序之和，还有一些区域始终笼罩在迷雾中，无法解读。之前我以为是被篡改，现在想来，或许那些区域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古老创伤和世界病根的信息。只是我的修为和定星盘的解锁程度还不足以窥探。如果真有这么个病根，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找？又该怎么治？信息碎片里那个模糊的坐标，定星盘有微弱的反应，它指向的不是我们已知的任何一处，甚至可能不在当前这个空间层面。我怀疑，所谓的病根，或者叫世界创伤，可能位于3界的夹缝深处，或者是一个被刻意隐藏、遗忘的失落之地。而要到达那里，需要更强大的力量，以及可能需要集齐的，不仅仅是五行玄域。管他什么病根不病根，路要一步一步走。现在当务之急是稳固新秩序，提升我们自己的力量。林小子，你的定星盘和修为需要更进一步。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能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互相印证，共同提升。只有我们足够强，才有资格去探寻和解决那个所谓的古老病因。清雪，我在星图中看到了一些东西，我的五行循环似乎出现了一些质质。木行玄玉给我的传承中也提到过天地有缺，万物有hạn，但具体是什么缺没有明说。会不会……
五行还有阴面，我们找到的玄玉是阳玉，用来建立和稳定现世的循环，而要弥补更古老的本源之缺，可能需要找到对应的阴玉，阴阳五行合一，才能真正尝试修复世界的创伤。阴阳谷，老子年轻时游历听说过，那地方邪性，进去容易出来难。而且如果真是阴阳失衡，阴气暴走，对我们这些修炼罡之力的人压制会很大。但线索指向我们，且关乎可能的世界本源之缺，我们不能不去。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那个地方环境特殊，可能需要调整我们的力量运用方式。这次我和清雪去，我们对五行之力的理解和运用相对均衡，且清雪的木行生机之力偏柔和，适应性可能更佳。火老、白眉前辈、柳前辈，江城和新秩序的稳固还需要你们坐镇。郑前辈，请您帮我们准备一些应对阴气和可能的空间异常的法器和物资。你们就是祭祀预言中来自远方的平衡者。平衡者，你们终于来了。圣石快要撑不住了，它下面镇压的东西要出来了。那是上古时期被先祖封印的阴煞之源，它吞噬阴气，扭曲五行，本是天地阴面失衡所生之恶物。先祖以逆五行石为阵眼，结合山谷阴阳交汇之势，才将其镇压。千百年来相安无事。可最近天地阴气莫名暴增，加强了他的力量，而圣石的力量却在衰减。阴终于死了，千百年的囚禁，我要吞噬所有的光，所有的声，让一切归于永恒的阴气。清雪，你用木行玄玉的生机之力，包裹住逆五行石和阴煞探出的部分，尽量安抚和稳定它们的能量变动，为我创造调和的环境。记住，是包裹和疏导，不是对抗。明白。就在你们去边陲的第3天，仙界那边通过一个非常正式的、古老的跨界传讯法阵，发来了一份措辞堪称客气的文书。不是战书，是邀请函。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肯定是鸿门宴。但如此正式邀请，若断然拒绝，于理有亏。
也可能给他们再次发动攻击的借口。而且他们特意点名共商长久平衡，会不会他们也意识到了那个更古老的病因？陷阱的可能性极大，他们可能在论道台布下天罗地网，就等林小子自投罗网。去，肯定要去，但不是盲目的去。第一，他们既然以论道为名邀请我共商，那我去就是代表我们这一方，去争取话语权，去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看看他们到底知道了什么。第二，如果真是陷阱，我们在主场被动防御，不如去他们的客场看看虚实。只要准备充分，未必不能脱身。第三，我怀疑这和他们可能也察觉到的世界病根有关。他们或许遇到了单凭仙界力量无法解决的麻烦，需要借助掌印人或者五行之力的特殊性。这次邀请可能是危机，也可能是机会。有道理。那帮眼高于顶的家伙突然低头，肯定是被什么东西逼得没办法了。林小子，你去可以，但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我们这些老家伙把压箱底的保命家伙都给你带上。凌晨，我有点怕，不是怕危险，是怕这又是一个骗局，像骗你爷爷那样。放心，我不是爷爷，我知道真相也有你们在身边，而且这次我们是以对等的身份前去论道，不是去牺牲。他们若敢乱来，也要掂量掂量后果。最重要的是，我总觉得这次会面会揭开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真相的面纱，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需要知道。小子记住，情况不对，立刻发信号。老子就算把天捅个窟窿，也带人杀进去接你。林小友、苏姑娘，今日邀二位前来，非为旧怨，实乃三界面临一桩亘古未有之危局。仙界独立难止，需借掌印人之力，亦须与人间重修旧好，共度难关。愿闻其详。此乃三界本源星图，那些红光区域便是近千年来陆续出现的本源池孔，它们并非自然生成，而是某种外力侵蚀所致。此处便是你们刚刚去过的阴阳谷所在区域，阴气暴走，逆五行时必动，皆因该处池孔扩大，导致阴面本源泄露，失衡加剧。我仙界并非不知掌印人牺牲之谎言，然此策始于3000年前，当时初代凌霄殿主察觉本源磁孔出现，为延缓其扩散，避免三界崩坏，不得已之下，联合部分上古彝族，设下乾坤献祭大阵，每50年以特殊命格之生机与魂力，暂时填补加固池孔最为严重的几个节点。此乃饮鸩止渴，我等深知，但当时别无他法。且为防消息泄露引发恐慌，或被有心之徒利用，只得编造天命牺牲之说，并将知情者限于最高层。历代掌印人皆为此牺牲。那为何不寻求其他方法？为何要欺骗？并非没有尝试。3000年来，仙界耗尽资源，探寻无数秘境，试图找到石孔根源与治治之法，皆告失败。石孔仍在缓慢扩大，献祭之法虽不人道，却勉强维持了平衡，为寻找真正解法争取了时间。直到你的出现，林晨，你以五行之力重铸循环，虽未根治气孔，却意外地以一种更温和、更持久的方式，暂时稳定了秦孔周边区域，甚至让部分小型秦孔出现了愈合迹象，这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故而今日之邀，一是为坦诚过往，化解仇怨；二是为恳请合作。仙界愿开放所有关于石孔的研究资料和上古秘藏，共享资源。恳请林小友以你独特的五行掌控之力与掌印人全能，与我仙界最顶尖的阵法师、推演师一道，
共同探寻根治本源持孔之法。此非一界之存亡，乃三界众生之共业。人孔根源究竟是什么？外力侵蚀，来自何方？根据我们最新的，也是最可怕的推测，持孔根源可能来自三界之外，有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正在吞噬或污染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础法则，而五行失衡、阴阳逆转只是其表象之一。小友在龙门古渡遭遇的虚空掠食者，或许并非偶然，那可能只是更恐怖存在的触须或隐生意。不好，是持孔暴动，而且是直接出现在天外天的超大型持孔。有什么东西要过来了？李小友、苏姑娘，此地危险，此刺孔规模前所未有，且直接连通未知外域，恐有大凶将至，请速随我等撤离至安全区域。等等，议长，您感觉到了吗？那里面不只有恶意，确有异样，但这股呼唤充满诱惑与扭曲，不可轻信。历代先辈探索视孔，多有被其迷惑、心神失守，乃至被同化者。平衡之子终于来了，无归须残余，世界创伤的看护者，亦是受害者。我该如何帮你？如何修复创伤？五行阴阳本源齐聚，以汝身为桥，引世界内生之力冲刷创伤。净化无或可暂时稳固，但根治需找到创伤之源，在世界之外。苏姑娘冷静，那漩涡蕴含本源之力，且与视孔形成对抗，他未必有事。贸然靠近，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助我将最纯净的仙灵之气注入漩涡，快！归墟这个名字，只在凌霄殿最古老的、由初代殿主留下的绝密续简中提及过只言片语，称之为世界之窗的守墓者。我们一直以为那是神话传说，没想到竟是真的。若林小友所言非虚，那我仙界3000年来以掌刃献祭延缓持孔，不过是隔袖饲养，甚至可能无意中加剧了归墟的负担和扭曲。真正的敌人是造成那道原始创伤的世界之外的存在，那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对抗？归墟残响的信息不全，但可以肯定，单靠仙界或人间任何一方都绝无可能应对。甚至我们现有的修炼体系和力量，在面对那种层级的威胁时，可能都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合作不再是选择，而是唯一生路。我们需要整合三界所有力量、所有智慧、所有关于世界本源的认知。仙界开放所有上古秘藏和研究，人间贡献对五行、阴阳、生灵之道的独特理解。
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能够触及世界本源的力量体系或方法。而且要快，归墟的状态很不稳定，它撑不了太久了。一旦它彻底被污染或崩溃，原始创伤将完全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凌晨小友，苏清雪凌霄殿，正是为过往3000年的错误与欺骗，先日将毫无保留与人间结为生死同盟，共抗外域之敌，探寻救世之道。你真的相信他们吗？毕竟，我相信此刻的他们是真诚的。在绝对的生存危机面前，任何内部恩怨都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的知识和资源。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具体的合作细节和监督机制，火老白眉前辈他们会帮我们把关。清雪，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仿佛冥冥中有一条线在牵引，都是为了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今天所知的这个终极真相？就好像所有的磨难都是准备。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艰难和宏大。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整合3界资源，建立旧世同盟。第二步，深入研究噬孔和归墟，尝试与归墟建立更稳定的联系，获取更多信息。第三步，也是最终目标，找到并前往世界之外，直面创伤之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必须变得更强，强到足以承载整个计划的枢纽，强到有可能在关键时刻代替或帮助归墟，暂时稳住那道创伤。诸位，这便是归墟，它正在吞噬我们的世界。巫族呈盘古血脉，感知地脉与生灵之气最为敏锐。我等可负责监控各磁动变化，预警异常，但修复世界创伤所需力量，恐非现今任何一族能及。不可思议，林道友的力量确实能有效中和甚至转化这种外域能量，这为我们未来可能直面创伤之源提供了最关键的理论基础。但转化效率太低，消耗太大，我们需要找到放大这种效应的方法，或者找到更多像林道友一样能掌握这种平衡之力的人。这种力量需要对五行阴阳本质有极深感悟，甚至需要像林小子这样亲身经历多次本源考验，可遇不可求。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制造或引导，以及林小友提供的阴阳调和之法，设计一种传承试炼或觉醒仪式，筛选和培养具备潜质的人才。可以尝试，但必须绝对安全，自愿为主。我们不能为了对抗一个灾难，而制造出另一个灾难。怎么了？没什么，可能是累了。走吧。这鬼东西，老子的火都能感觉到粘稠和恶心，对灵石伤害很大。雾气有阻隔和扭曲感知的效果，神识探入不出10丈，便如陷泥沼。必须进去找到赤孔核心，查明异变原因，并设法遏制雾气扩散，否则任由其蔓延，整个北境都将沦为死地。我和清雪开路，以五行阴阳之力护体，尝试净化雾气。火老、白眉前辈、柳前辈，你们负责两侧警戒和支援。风雷二位，请负责后方通路和通讯保障。他们惧怕至阳至刚，或极度纯净的灵魂之力。
我老白眉前辈、柳前辈，你们3人合力牵制怪物，破坏其结构。风雷助3位前辈，并注意警戒周围。清雪，你和我直接攻击赤孔，尝试中断那股外来能量的输送。林晨，确认了，是主动渗透，对方在试探，也在播种，必须切断这条能量通道。给老子净化吧！那玩意儿核心的意志冰冷、混乱，但又带着一种饥饿感。它想吞噬一切，包括能量、物质，甚至灵魂和法则。这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带有强烈同化与扭曲特性的外域能量，修改生命乃至非生物体的基础存在状态，使其趋向于混乱与无序。我们称之为混沌之疑，主动渗透、催化混沌之疑。这说明对方不仅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和抵抗，而且开始采取更具攻击性的策略。藏神谷事件可能是一次试探性攻击，也可能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入侵建立前哨或污染节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同盟的各项工作必须加速，尤其是新力量体系的研发和潜在人才的培养。另外，必须加强对所有已知齿孔的监控，特别是大型齿孔，防备类似的主动催化事件。西长，仙界关于上古防御大阵和跨界屏障的研究，有没有可能进行升级或改造，用于抵御混沌之身的渗透？有相关记载，但所需材料和能量庞大，且需要与当前世界本源循环契合，这需要人间，尤其是林小有你力量作为核心调和。我们可以立刻启动这个项目，代号天为之杖。青丘附近的气孔异变，催生出的怪物擅长精神焕惑，已有数个村落沦陷，族人自相残杀。南荒乌寨的石孔喷出毒兆，腐蚀大地，万物凋零，我族战士死伤惨重。东海归墟边缘的石孔引发空间乱流和海啸，数座仙岛岌岌可危。这是对方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试探和消耗战，意在拖垮我们的防御力量，制造恐慌，并为最终的总攻创造条件。那怎么办？分兵救援，我们人手根本不够，顾此失彼。不能被动分兵防守，那样只会被逐个击破，耗尽力量。7个异变齿孔看似分散，但你们看他们的能量波动频率和混沌之神的污染特性有高度相似性，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受同一个或同源的恶意意志远程催化控制。而这里是敌人试图进入的主通道，也是所有齿孔能量的最终源源。所以我的计划是擒贼先擒王，围魏救赵，组建一支最强的精锐突击队，由我带领，直接通过天外天的那个相对稳定的秦贡，尝试反向渗透，进入归墟所在的区域，甚至接近原始创伤的边缘。我们的目标有3个：第一，尝试与归墟建立稳定联系，获取更多关于敌人和创伤的信息；第二，如果可能，干扰或切断敌人对那7个异变残筒的远程催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探查敌人主力动向和真实意图，为天为之杖的完成争取时间，并寻找可能的反击机会。我跟你去。算我们一个。仙界可提供最顶尖的空间稳定法宝和几位擅长虚空作战的强者，但林小友，你有多少把握？没有任何把握，但这是目前唯一可能打破僵局、争取主动的办法。坐等防御只有慢性死亡，主动出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一起准备战斗！天公子前辈，能否算出绕过拦截的路径，直达归墟波动源的最短路径？可以，但路径能量团集，气泡可能受损。顾不了那么多了，指路！来了，小心！嗜血者的先锋，千面之后已苏醒，他在呼唤更多的饥饿。走，快走！汝等力量不足，千面之后只是前锋本体。清雪，将火老各位前辈，听我说，我有一个计划，需要你们全力配合，为我争取30息的时间。30息后，无论成败，立刻带着清雪，按照天公子前辈计算出的备用路径，全力撤退，不要回头。林晨，来吧，以我身为炉，以星辰为引，五行轮转，阴阳逆冲，浩玉归元阵开！孩子，够了，停下！汝之牺牲，无铭记。林晨呢？林道友传来的能量样本为我们提供了最关键的数据和模板。天为之杖的核心阵法已完成85%，预计最多再需3个时辰即可进行初步激活试验。加速完成天为之杖，地面防御部队趁敌人催化减弱，发起反击，收复失地。孩子，接过火炬。世界未来托付于汝，谢谢，未来交给汝了。娘亲，爹爹真的变成星星了吗？是的，念儿，爹爹变成了最亮的那颗星星，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守护着这个世界。